嗨大家，今天这集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把这一件裤裙改短。我觉得短裙在我身上看起来比例会好看一点，再加上它里面原本就有一件安全裤，所以就算改短了，我也不会担心有曝光的问题。如果你也刚好遇到有短裙需要改短，或者是短裤需要改短的话，就也可以参考这一集的内容哦。那我们来看做法吧。首先你会需要把它穿在身上，然后在你想要的长度做一个记号。刚做的记号在这边，然后测量一下，需要拿掉大概2又3/8，好难算哦。perfect， 总共要拿掉6公分，所以我就可以沿着下面这一个原本缝好的布边往上做6公分的记号。它原本缝线设计是2条并排，所以我想要保留它原本这个设计，然后用比较偏蓝色的白来缝。在没有烫布料的状态下去做记号，其实是有一点吃亏，有点危险。但因为它是一条算蛮直的线，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曲线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。大部分的裙子跟裤子，尤其是短裤、短裙，都会在后面，因为要包覆屁股的曲线，所以会比较长。所以我做记号的方法是比较倾向就是从下缘它原本的剪裁往上来缝。所以如果它原本是譬如说35公分好了，然后现在如果剪掉6公分的话，就会变成29。但如果后面比较长，可能是40公分，剪掉6公分，你还会保留原本的那个前面比较短，后面比较长的这个比例。好，这样画好记号之后，就可以把它们连成一条线，而且它原本是格子的布料，所以还蛮好对齐的。裙子的部分做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决定里面裤子的长度。如果你不喜欢它的缝分这么厚的话，就把多余的布料剪掉，真的有点厚欸。如果不想剪布料的话，就往内翻折2次，就是第一折在6公分的一半，所以是3公分的地方，然后第2折就是再往内3公分，就刚好在那条线上，这样子来缝。因为它原本就已经有缝分了，所以有点厚，我来把它剪掉。我选择剪布料重新做一个布边收边给它，所以想要模仿它原本收边的方法。剪掉之前确认它原本的缝分是1.5公分，所以2个加在一起就是3公分，所以我们可以剪在3公分再多一点点的地方，让它有布料转弯的地方。OK， 所以就剪在这里。这款布料是螺纹织布，所以用一般的平口剪刀就好了，用不到锯齿剪刀。我也可以用滚刀，用滚刀好了比较快。所以就是在6公分的地方，然后大概剪在这里，我猜刚刚好，没错，刚刚好就是8尺的宽度，就这样来剪布料。外面怎么有把布呢？不知道光线如何，第一次在这里裁缝。这款布料有相当的弹性系数没有很大，但还是有弹性，可以选择用弹性缝针来做。但因为像我刚刚说的，它弹性系数没有很大，用一般缝针我想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。那就是在缝的时候可以考虑用闪电型或之字型来缝，才能让布料保持它原本有的弹性。这边剪好之后，我们就用刚刚的那个往内翻折2次，但刚刚是想要配合它的布边，所以反折3公分再反折3公分。现在呢就没有这个一定要3公分的道理了，我们就可以保留它原本这里的设计，往内1.5再往内1.5。刚刚做的记号在这边，那就往内再往内，然后让记号在 bottom line。用大头针固定之后，你可以先稍微烫一下，等一下缝的时候会比较好缝。烫一下会比较好缝。虽然说嘴巴上一直说自己很偷懒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烫一下好了。刚做的记号在这边，所以就是贴着记号往内折，烫过去，这样就好了。烫完了，它现在非常的平整。烫完第1圈之后，我又回去把它再往内凹了1次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只要上下左右固定4根针就好了。烫过变得好好看的感觉哦，那条线变得非常的明显。好，我去用闪电型，如果你没有闪电型的话，你就用之字型，来回的那一个，然后间距调小一点，这个就可以丢了。
第一次用这个角度拍。缝的时候，我是对齐门牙缝的边，稍微贴近开口的地方。刚刚是缝这样子，设定是闪电型的，宽度1，然后长度3。它原设定是2.5，但我把它调成3。然后正面背面看起来是这样。接着呢，就是要在这一条的下面，距离应该会比照这一个1/4寸，大概是0.5公分左右的地方，再缝一条在下缘这边。线的磅数好像不太一样，所以看起来有点差异。它的线看起来比较粗，皱皱的应该是烫过就可以了，是布料原本的质地的关系。我在0.5这边再缝一条，缝完了，间距非常一致，这样就好了耶。然后我们就按照同样的比例把裤子用同样的方法剪掉不需要的长度，然后往上翻折2次。用同样的比例的话，这边是拿掉刚刚说6公分，所以这边应该差不多也是6公分。但是我不想要它太靠近我的胯下这一条线，会让它没有安全感的感觉，所以我决定 maybe 拿掉5公分就好了。所以就沿着这一个把它的原本的缝缝剪掉，然后往内翻折到5公分的地方。5公分就是2寸，应该画在布料的正面，比较容易操作，比较方便操作。还是说这样露出来是一个特色？我其实衣柜里面也有几件蛮短的短裙，想说可以来试着自己做相衬的这样子的安全裤。我也可以单独穿安全裤再穿短裙，但那个感觉就会很不一样。越方便穿，应该会让我越觉得穿出去的次数可以提升。但实际状况如何，还是要试试看才知道。好，5公分的记号画完了。等一下往上翻折1.5公分。我在说什么？等一下要往上翻折3公分，所以留下3公分之后，在这里剪掉，刚好就是呢，差这么一点点，不是很好对齐。我想要一口气把前片跟后片剪掉，但是它的弧度如果直接对折的话，会有一个奇妙的误差，前片会比较短，后片会比较长，所以我们先大头针固定，让它的布边对齐，上面的布料会有点皱皱的，那是正常现象。然后大部分的裤子会遇到一个状况是它是缩口的，等一下如果遇到缩口的状况让我很不好收边的话，可以释放一些接缝的线，接下来就可以一口气把它前片跟后片多余的布料剪掉咯。重复相同的步骤把另外一个裤管弄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烫一烫，比较好缝。像这个因为在胯下，然后前片跟后片交界，尤其是内侧啦，会有一个奇妙的角度。如果收紧缩的效果做的比较大的话，它可能这个角度就变得很明显、很奇怪，所以在往内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怎么变形的感觉，就是可能会变成一个蝴蝶结的形状，这边非常的窄，然后这边比较宽，这边比较宽。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，你就把这边这一条线拆开一些些。我的好像还好，所以我会做的就是尽量让这一个靠近的边缘呢是我要的那个长度，这边短一点点，像这样子，这边窄一点点，这边宽一点点，一点点误差没有太大，就其实都还好。先这样烫过第一次之后呢，往内对齐到刚刚烫的那一条折线，再这样子烫第2圈。一只手有点难操作，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烫好之后就会非常的平整，但是如果看刚刚的线的话，就会发现其实我没有很对齐我原本画的那条线来烫，会有一个渐进式的外拉。如果我全部就是按照我原本画的线来烫的话，可能那个角落就会很难缝过去，就是会有一些皱皱的感觉。所以现在烫过之后，调整过渐进式的缝缝之后，就还好了，就可以这样
缝过去了。应该是不会有人在乎内衬的这个安全裤是不是设计缝线有一致，但是为了自己制作上的 kimoji， 我就按照它原本的做法，也是缝2条平行的线，然后用的也是闪电型的，宽度1，长度3，这样子就缝完了耶。这个结束之后就改造完成了，让我的比例看起来好一些。我的脚没有说特别细，让我的比例看起来好一些。然后也不用担心会走光，因为里面有裤子。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，虽然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疑难杂症的处理，但是如果大家有相似的问题的话，也可以用相同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